我们都知道女属阴，男属阳，所以阳气对男人来说非常重要。但是生活中常做的3件事可能会导致阳气流失，男人最好节制，不要做。1、长时间熬夜。对于有些男性来说，熬夜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但是呢，你要知道，长期熬夜不仅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免疫力下降，还会让阳气流失。所以想要阳气充足，最好不要熬夜，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2、总坐着不运动。因为工作的原因，很多男性呢需要长时间坐着。如果久坐不活动，这样呢也会导致身体阳气流失，对健康十分不利。所以建议大家没事多运动，坐一会儿就起身活动活动比较好。3、总洗凉水澡。洗澡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是呢，很多男性喜欢冲凉水澡，这样很容易让寒气入侵体内，导致阳气流失。所以洗澡时呢，最好不要用凉水。那上面的这几件事，希望你一件都不要做。如果阳气不足，建议大家呢可以常喝桂圆红枣枸杞茶，对补充阳气有帮助。身上长一点肉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又胖了，不行，我得减肥了。其实呢，不管男女都有一个正常的体重，那男性体重多少才算正常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标准体重的算法有2种，第一种是用自己体重的千克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如果在18.5到24之间，说明体重是标准的，是不用减肥的。如果上下波动10%，也算正常。还有一种计算方式是用自己的身高厘米减掉105，得出来的就是正常体重了，是以千克为单位的。比如男性身高1.75米，那么标准体重就是175减去105，也就是70千克，140斤，也可以上下浮动10%左右。那大家可以用上面的这2种方法计算一下，看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内。如果在正常范围内，那你根本不需要减肥。但如果体重超标，对肠胃、肝脏、肾脏健康都是不利的。所以男性朋友平时呢最好管住嘴，迈开腿，多进行运动，注意饮食规律，适当的释放压力，坚持下去，让体重慢慢达标，身体也会更健康。性长胡子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有的人需要每天都刮一次胡子，而有些人好几天才刮一次。那男性长胡子的速度和什么有关呢？主要和2点有关。第一种是男性体内的雄性激素影响，第2种是受饮食影响。那通常来说，如果体内雄性激素比较旺盛，那么胡子就会长得很快。但是相反，如果体内缺乏雄性激素，那么胡子就会长得很慢。还有，如果日常生活中摄入的蛋白质比较多，可以为毛发生长提供更多的营养，那么胡子自然就会长得比较快。如果胡子长得太快，到底好不好呢？那正常情况下，如果雄激素比较旺盛的话，当然是好的。但如果早上刚刮完胡子，下午就长出明显的胡渣，那么说明雄激素太旺盛了，这也不是什么好现象，大家需要多注意调理。那男人刮胡子也是有讲究的，下面的这2个禁忌，希望你都没有。第一个，运动前不要刮胡子，因为人在运动过后会出大量的汗，很容易刺激刚刮过胡子的皮肤。第2个，饭后不要刮胡子，因为人吃完饭后血流量会增加，如果这时刮胡子，很容易刮坏皮肤。大家对南瓜都很熟悉，南瓜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南瓜被称为长寿菜，经常吃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具有解毒、保护胃黏膜、降血糖、促进生长发育的功效，但是却不适合3类人吃。第一种，对南瓜过敏的人，有的人对南瓜是会过敏的，如果吃南瓜后出现皮肤红肿、经常腹泻、恶心、想吐的情况，大家最好就不要吃南瓜了，不然会对身体造成一定伤害。第2种，体质湿热的人，南瓜是一种性温的食物，如果吃多了，很容易助长湿热。所以体质湿热、胃热炽盛的人，还有气滞中满的人，最好就不要吃南瓜了，不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3种，皮肤出现感染的人，因为南瓜属于发物，而且南瓜性温，如果吃多了，很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若是上火比较严重，对皮肤有感染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这类人群也要少吃。
所以如果你属于上面3种中的一种，那么即使再喜欢吃南瓜，也要忍一忍。为了自己的健康，大家就不要贪一时的怪男性喜欢提纲。原来有3个好处，若你也做，身体不会太差。好处1，缓解痔疮。有痔疮和经常便秘的男性可以常做提肛运动，因为痔疮是因为肛门血液回流不畅引起的。那提肛动作可以帮助局部静脉回流通畅，对缓解痔疮有很好的效果。好处2，减少前列腺疾病。前列腺疾病是很多男性都担心的，如果能坚持做提肛动作，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回流，对前列腺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从而减少前列腺疾病的发生几率。好处3，延缓衰老。提肛运动也可以很好的锻炼到腿部。那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所以男性朋友坚持做这个动作，大腿部位会得到很好的锻炼，也能够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做的太多，每天做30到50个即可，而且做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不然对身体健康也不利。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脑梗发病时常常让人措手不及。其实脑梗并不是突然的，身体其实早就发出了信号，只是很多人都忽视了。中老年朋友如果在晨起或者是饭后经常出现手麻或者是其他活动障碍的情况，就要多加注意了，很可能是脑梗的前兆，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如果想要预防脑梗，饭后有2件事劝你少做。饭后马上睡觉。很多老年朋友吃完饭后会出现犯困的情况，这时就会选择在沙发上或者是床上睡一觉。如果饭后马上睡觉，身体代谢速度会变慢，导致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这样很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从而诱发脑梗。饭后马上吸烟。因为人在吃完饭后血液流速比较快，如果立即吸烟会让人心跳加速，增加脑梗的风险，而且饭后吸烟的危害要比平时吸10支烟的危害还大。那脑梗并不是毫无征兆的，身体总会给我们一些提示，所以当出现手麻的情况时，大家不要以为是小事，尽早检查，以免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经常表现为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记忆力下降等。那脑供血不足对身体有很大的危害。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每天做一做，血管通畅，大脑更健康。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先自然站直，2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五指用力张开，手肘弯曲放在胸前。当左手向前伸直的时候握拳，然后回到胸前，手掌张开，再换右手向前伸直握拳，这样反复的做100下。也可以双手一起向前伸直收回。这个运动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增加身体的泵血。注意做的时候，五指要用力的张开和握拳。做完放松一下手部。那这个动作对改善和预防脑供血不足都有很好的作用。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每天做2道。尿液黄，异味大，可能是身体在暗示3件事，一定要留意。第一，如果早上起床发现自己尿液很黄，有异味，而且排尿非常的急促，甚至有疼痛的感觉，大家就要小心，很可能是前列腺炎引起的。第二，如果排尿时颜色深、异味重，而且排尿次数会不断的增多，但是排尿量却比较少，那么大家就要引起重视，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尿道炎引起的。第三，除了上面的这2种情况外，如果尿黄还可能和肝脏健康有关，因为肝脏是身体的排毒解毒器官，若是肝脏出现问题，那么就会影响到排毒，尿液颜色也会出现异常。所以当尿液发黄有异味的时候，大家不要单纯的以为是上火引起的，还可能和上面这3个问题有关，大家最好及时检查，以免耽误病情。既没有几个女人不怕衰老吧，但是没人能阻挡岁月的流逝，我们能做的就是延缓衰老的到来。如果你不想比别人老得快，下面的这3件事尽量少做。爱操心，很多女性不管什么事情都爱操心，想的比较多，殊不知这样时间长了会导致皮肤变得越来越差，皱纹也会慢慢的爬到脸上，自然就老得比较快。所以女性朋友平时尽量少操心，学会释放压力，调节好情绪。总熬夜，
熬夜对身体的危害也很大，如果长时间熬夜或者是睡眠不足，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加速人衰老，皮肤也会暗淡无光。所以不想衰老太快，建议女性朋友睡前尽量不要玩手机，要在11点之前上床睡觉。过度减肥。在这个以瘦为美的社会，只要身上有一点赘肉，大家就会选择减肥。如果减肥过度，可能会影响女性雌激素的分泌，对子宫和卵巢健康不利，也会加速身体老化。所以女性朋友要合理减肥。那女性朋友如果不想比别人老得快，上面这3件事就尽量少做吧。除此之外，平时还要规律饮食，经常运动，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这样才能够让你保持年轻哦。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吧。